我居然穿越到了古代，成了一个和弟弟妹妹相依为命的孤儿。原主因为没有粮食，冒险进大凉山打猎，结果摔死了。哥哥，你醒了？地狱开局啊！穿越到古代不说，偏偏家里还家徒四壁，我连自己都不一定能养得活，怎么再养活2个小的？赶山系统绑定成功，恭喜宿主体质被加强，恭喜宿主获得大凉山地图1份。太好了，是系统，有救了！我的力气果然变大了好多。这就是大凉山地图，上面的红色代表的是我，而绿色的点下面写着野猪、老虎、熊、鱼等，它们应该表示大凉山中猎物的所在地。有了这赶山系统，我不是想打多少猎物就可以打多少猎物了。哥哥喝水。天崩开局就天崩开局吧，上一世我没体验过家人的关爱，至少这辈子有2个懂事的弟弟妹妹。小杨，你能下床了？赵叔、李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和你赵叔这不是想着你身上有伤，需要多吃点好的补补身子。婶子家里也没有别的东西，只有2个鸡蛋，你可别嫌弃。哦，哎，不行，婶子，这我不能收啊！这年头家家都不容易。哎呀，小杨，你婶子给你的你就拿着啊！就算你不吃，小天和小柔也得吃吧？你看看他俩都饿成什么了。哎，成，这鸡蛋我就收下了。赵叔，就全当我借你们的啊。给你就好好拿着，说什么借不借的？你小小年纪带着弟弟妹妹不容易，咱们邻里邻居的，能帮一点是一点儿。是啊，就听你婶子的。看到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。我们家就在你家隔壁，有什么事就找我和你婶子。哎，我和你赵叔先走了，有事记得找我们。哎，走了。小柔、小天，你们吃鸡蛋。大哥吃，大哥吃。哥哥是大人了，哥哥不饿啊，你们吃。哎，我快饿死了，靠别人不如靠自己。哎，我不是有个赶山系统吗？不如就去大凉山碰碰运气。我一定要尽快打到猎物。检测到3只野兔。有了系统提供的地图，真的是太方便了。去，打中了。前方检测到2只野鸡。去，太好了，野鸡可比野兔有营养多了，正好带回去，给小天小柔补补身子。如果不是系统增强了我的打猎能力，让我能百发百中，今天这野鸡还真的不好捉到。这些猎物够我们吃好几天了，我还是快点下山吧，免得弟弟妹妹们担心。小天、小柔、赵叔、李婶子，我打猎回来了。啥？小杨，你上刚好，怎么就进山打猎去了？李婶儿，我好着呢。你看，这是我带回来的猎物。这么多猎物都是你打的？当然了，赵阳，你小子好样的！大哥，好多野鸡和野兔啊！大哥好厉害，今天是不是可以吃肉了？当然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肉。赵叔，这野鸡和野兔你拿着。小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赵叔，这些年啊，您二老没少帮我们兄妹3人，在我心里，您和李婶早就是我的长辈了，就当是我孝敬你们的。行，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。大哥，是肉，肉真好吃。小柔，好吃吗？大哥，这简直就跟做梦一样。以前我们连过年都不能吃上一口肉，我都快忘了肉是什么滋味了。
是啊，大哥，以后我们每天都能吃烧肉吗？小柔、小天，你们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咱家顿顿能吃上肉。小柔、小天，你们就安心吃肉，野鸡野兔吃完了，我再上山去抓。好久都没有吃饱过啦，肉真好吃，就是有点没味道。是啊，这肉香是香，可惜就是没有盐味儿。看来还是要打猎，去换一些物资回来。小天、小柔，你们乖乖待在家，我再去山里一趟。发现野蜂巢，这么大的蜂巢，这里面得有不少蜂蜜吧？这系统增加的体力这么有用，我跑这么快，这么大的蜂巢，怎么着也能挤出1斤多的蜂蜜。刚才被蜜蜂追了一路，也算是值了。前方发现鹅蛋菌，鹅蛋菌，我小的时候在大凉山见过鹅蛋菌，没想到现在大凉山还有这种菌子。这种菌子味道鲜美，如果拿到镇上去卖，肯定会有人抢着买的。没错，这就是鹅蛋菌，品相这么好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今天收获已经够多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还是赶快下山吧。今天收获了这么多鹅蛋菌，一会儿可以去集市上卖钱了。哟，赵阳，赵麻子，你想干嘛呀？听说你前几天还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，这才几天呀，就出来打猎了？来，打到什么好东西了？给哥儿几个看看。对呀，什么好东西啊？让哥儿几个看看。就是啊，见者有份，给哥们分一点呗。滚！赵阳，你敢在我面前哈？今儿我非看看！你个小王八羔子，放手！放手是吧？啊！你们两个愣着干嘛？给我上啊！干嘛呀？不敢不敢！喂，滚！大家快来看看呐，味道鲜美的鹅蛋菌。这位小哥，你这鹅蛋菌品质不错呀。哦，这个啊，可是我刚从山上采的。您啊，是我的第一个顾客，你要买，我给你便宜点。行啊，来，给我来半斤。得嘞。好嘞。小伙子，你这鹅肝菌看着不错呀，有多少啊？你问这干嘛呀？哎呦，在下刘富贵，是这镇上悦来酒楼的掌柜。我看你这鹅肝菌品质不错，想多采购一些。我暂时只有这些，您要是要的话，我可以再给您去采。我打算要30斤，不知道明日是否可以给我送到店里？行，没问题。嘿呦，爽快啊，小兄弟！这样，那你明日直接给我送到店里，报我刘富贵的名字就行。啊，成。哎，杨哥，啊，你的伤已经好了吗？你也要上山打猎啊？哎呀，我这伤啊，前几日就好了。不过我上山啊，不是为了打猎，我去采鹅蛋菌。悦来酒楼老板要30斤鹅蛋菌。啊，原来山里还有鹅蛋菌呢。哎，走，瞧，这30斤鹅蛋菌，我呢肯定采不完，正好碰见你了。你跟我一起采完之后，我给你20万，怎么样？这赵庆在我们赵家村算是数一数二的老师，采鹅蛋菌这门生意，只凭我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，不如拉上他一起。20万，杨哥，抵得上我们家一天好几斤的花销。嗨，杨哥你真大方。行，我陪你采鹅蛋菌去。走。发现鹅蛋菌。杨哥，这里真的有鹅蛋菌吗？当然有了，走。
鹅蛋菌就在这儿。这么多鹅蛋菌啊，杨哥，你太厉害了！杨哥，咱们现在采完鹅蛋菌了，咱们要下山吗？当然了。发现野鸡。怎么了？嘘，别说话。去。哇，还好及时发现野鸡，不然还真让他们给跑了。杨哥，你的剑法也太准了吧！多亏了系统增强了体力，现在我的体力是早已远超常人了。赵庆，这只野鸡给你。杨哥，这我不能要。本来你给我20文，就是我在占你便宜了。这个野鸡我不收。拿着吧，这山里野鸡有的是。没事，我再打几只。给。那好吧，杨哥。不过如果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就尽管跟我说。成，走吧。大哥，你这次又打到这么多猎物。大哥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是鹅蛋菌，能卖钱。明天大哥把鹅蛋菌卖了，就能给你们买好吃的了。吃了！来，掌柜的，这30斤鹅蛋菌都在这儿了。我看看。哎呦，小哥，这鹅蛋菌可比我上次在街上看到的品质还要好啊！我去给你拿钱。得嘞。来，数数。那个掌柜的，你也不用小哥的叫我了，我叫赵阳，您管我叫赵阳就成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你说，您能不能把这部分钱给我换成高铁蜜饯？没问题呀。那这以后我就直呼你赵阳小哥了。多谢掌柜的，我去给你拿。哎，来，小哥啊，以后啊，再采到什么山药，或者是打到什么猎物的，都可以送到我这儿。价格方面嘛，绝对保你满意，绝对不会坑你的。行，那行，太好了。这2弟小妹从小没吃过什么稀罕玩意儿，我要把这带回去，他们得高兴死。哎，赵阳，你个小崽子，昨天把儿子赵麻子打伤了。既然今天有钱在这买东西，还不快赔医药费？你家赵麻子受伤是他自作自受，他先向我动手，我打他算正当防卫。既然不想赔钱，那就拿东西来抵债。赵阳的东西凭什么给你呀？孙玉芬，你要再胡搅蛮缠，我就去告诉李正大人。就算你告诉李正大人，我也不怕你。谁知道赵阳是不是偷人家的钱才能买这些东西的？我们这些邻居，谁不知道赵阳现在本事大？人家买东西的钱自然是自己正经挣的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儿子赵麻子一样，天天躺家里无所事事？我们家赵麻子躺家里怎么了？反正又不让你来养。哼，懒得跟你们理论。呸！啥人呢？医生，刚刚多谢你了。大家都是邻居，谢什么谢呢？你还拿这么多东西，赶紧回家吧。好，走。哎呀，大白天的睡什么觉？给我起来！啥事儿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不是在村口看见了赵阳，他手里拎着一堆吃食。我本想着他不是打了你吗，让他把那些东西赔偿给我们，没想到呀，他不仅不愿意，还要去李正那告状。妈的，赵阳这个小兔崽子，他把我打成这样，不仅不赔钱，还自己买东西享受。不行，他要是不赔我钱，我就去他家把他家的东西都抢过来。抢！这就去，走。大哥，这么多好吃的是咱家的吗？当然了，你想吃什么就拿什么。哟，赵阳，没看出来啊，你居然这么有钱，吃这么好的东西啊！你来我家干什么呀？你前几天打伤我，这些东西就该算作我的赔偿。给你赔偿？你干什么？快松手！谁让你动我家东西的？我警告你，带着你妈孙玉芬离我家远点！你要是再来我家闹事，信不信我一斧子砍你身上？
阳，你要是敢砍下去，我以后绝对不会放过你！你看我敢不敢？我告诉你，赵麻子，你无缘无故闯进我家，还抢我家东西，我砍你一刀叫正当防卫。你要是闹到李正那儿，也是你理亏。滚！没事啊，以后这赵麻子再来咱家闹事，哥给他打出去。大哥，我知道了。大哥，我也知道了。这几天忙着打猎，我都没有注意到小天和小柔身上的衣服和鞋子都已经烂得不成样了。还有，这个漏风又漏雨的房子也该修理了。前方有鱼，前面有水声，咱们抓鱼去。哎，杨哥，我们为什么不继续采鹅蛋菌呢？抓鱼多不容易啊！这鹅蛋菌都快被采完了。那再说了，鹅蛋菌值几个钱呢？这抓鱼才真赚钱。走。哎，杨哥，这里面真的有好多鱼啊！哎，鱼上钩了。杨哥，这鱼足足有2斤多啊！哎呦，这么多鱼，赵阳，都是你和赵鑫捉的？没错，这些鱼啊，都是我跟杨哥捉的。咦，你俩小的可以啊，这鱼少说也得几10斤。哎，主要是我们俩运气好。哎呀，别人可没这么好的运气，能抓这么多鱼啊！你们好，请问你们知道赵家村赵阳家在哪吗？我就是赵阳，请问您找我什么事啊？你好，小女吴青青，家父是村中的私塾先生，受家父委托，想问你家弟弟妹妹有没有要入私塾蒙学的？对啊，我都忘了，小天和小柔正是该上学的年纪。不好意思啊，之前我家入不敷出，实在是没法送孩子上学啊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会尽快送小天和小柔他们2个去上学的。哦，这个鱼送给你，就当是你特意跑过来一趟，告诉我弟弟妹妹上学的事。不用了，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我一会儿还要帮家父授课，就先走了。咱也走吧。杨哥，刚才那个吴姑娘是不是生得特别俊啊？啊，确实长得清雅俊秀，而且行为举止里透露着一股书卷气，和咱村里其他姑娘不太一样。我听村里人说，那个吴姑娘，她是吴老先生的独女。吴老先生早年中了秀才，来咱们村里边开蒙学。她呀，主动留下了大手，为人宽厚和善，又知书达理。那这么说来，这个吴老先生跟吴姑娘待人宽厚，那我二弟跟小妹去上学，我也不用担心了。对。哎，杨哥，这些鱼咱们是不是要送到悦来酒楼啊？哦对，等鱼卖了之后啊，我打算去镇上扯点细布，给小天小柔做身新衣服。哦，还得去趟墨铺买点文房四宝，既然要上学，肯定用得上。好，杨哥，走吧。哎呦，赵阳小哥啊，你可算来了！上次给我的鹅蛋菌啊非常好，这次又来给我送鹅蛋菌了？哎，不是，这次啊，是我从山里抓的鱼。哎呦，这么大的鱼啊！就是不知道老板你这儿收不收这些鱼啊？收，怎么能不收呢？这么好的鱼，我给你300文，如何？成。哎，但是掌柜的，我要200文现钱，剩下100文啊，你给我换成2匹粗布，1袋糙米。那也成啊，我去给你拿去。行。嘿嘿，200文，数数。哎，我就不数了，我相信掌柜的你的为人。那以后啊，有什么好东西，尽管送到我这儿来。成，没问题。那行，那我忙去了啊。太好了，
这下二弟和妹妹终于有新衣服穿了。大哥，这个新衣服和新鞋真舒服，还很漂亮。来，这个是给你们的。大哥，这是干啥的？这个是用来写字的，大哥要送你们去上私塾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小天、小柔，你们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你们呀，不仅能天天穿新衣服，还能上私塾，咱们呀一定会住上新房子的。如果是盖房子的话，那么我身上的钱肯定是不够的，还是要继续去山里打猎呀。今天啊，我们一定能抓到比昨天更多的鱼。哎，赵青，哎，这个呀是昨天卖鱼的钱，100文，拿着。100文，杨哥这么多，这要是搁以前，3年我都挣不了这么多。杨哥，谢谢啊。谢什么呀？这是你应得的啊。捕获金钱龟1只。哎，我们抓到了一个好东西啊！来帮我。没想到抓到这个东西了。哎，杨哥，这不就是一只乌龟吗？你看，它这可是一只金钱龟。你看，它4肢是橘红色，这个就是金钱龟。杨哥，金钱龟有什么特殊的？当然是它的名字啊，金钱啊。名字有什么珍贵的？金钱啊！那些老板、商铺就喜欢这种好寓意的东西。这只乌龟比咱们抓一网鱼卖的都要多。啊，杨哥，你没有开玩笑吧？就这么一个小东西，居然这么值钱？当然不是开玩笑了。走，咱把它卖了去。好。幸好这个金钱龟还活着，它要是死了，我就卖不了钱了。小杨，我刚上山摘了2个果子，来给你家送点儿。赵叔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，您太客气了。哎，小天、小柔，怎么了？大哥，有人说我们是没爹没妈的孩子。谁说的？郑先生说的。哪个郑先生？郑志学先生。走，哥带你们去私塾讨个公道去。哎，小杨，我得去找李正。再怎么说，这郑志学也是教书先生，这万一被赵阳那小子打出个好歹，可咋弄？哎呀！郑志学，赶紧给我弟弟妹妹道歉！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他们没爹没娘，不就是事实吗？你说什么呢？赵阳，我可是教书先生，你要敢打我，我就要告衙门！郑志学，你太过分了！小天、小柔还这么小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他们不就是没爹没娘的孩子啊？我们私塾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来的。我们才不是野孩子。对，我们有大哥的，大哥对我们很好。赵阳，你赶紧给我放手！放手？你今天不道歉，我就不放手。我可是先生，你要敢对我动手的话，我就敢告诉李正。行，现在就找李正。走。这件事情就算闹到李正那里，我也不心虚。一来，郑志学先骂的小天和小柔；二来，我也没有真的对郑志学动手。哼！哎呀，小杨，你没事吧？赵叔，我没事。小杨，你别担心，我把李正叫来了。赵阳，郑先生，你们闹什么矛盾呢？赵李正，你们村的赵阳敢对我动手？动手？你身上是有伤口啊，还是你有证据啊？哎，你看我脖子上都是印子。没有啊。怎么可能啊？他刚刚那么用力啊，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？李正，郑志学身为私塾先生，说我的弟弟妹妹是没爹没妈的野孩子。我难道说错了吗？赵阳他们3个不就是无父无母吗？我们私塾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。他们这种穷人就不应该来我们私塾上学。郑志学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难道我们村的人就是你眼中的穷人？
我们就不能读书识字了？这郑志学真是没脑子，什么话都敢往外说。赵里长，我刚刚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其实说的是……郑先生，不用解释了。既然你这么瞧不起我们，又何故还待在我们村？不如就此离开，免得再生事端。这样，我刚才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们兄妹继续。郑志学，你这是自作自受啊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吴先生收留我至此，出了这档事，这里哪还有我的容身之所呀？姑娘，今天多谢你护着小天和小柔。叫我青青就好了。小天和小柔呢，都是我们私塾的学子，照顾他们是我应该做的。青青，今天我抓了不少鱼，一会儿我给你挑大的，你拿回去炖汤喝，就当是感谢你照顾小天跟小柔了。不必了，都是我该做的。哎，不行，你必须要收下。请你收下这条鱼。姐姐，你收下吧。那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周小哥，上次带来的那鱼呀，个头可真大。这罐子里又带来什么好东西了？哦，这里面装的呀是金钱龟。金钱龟？真的是金钱龟？哎呦，这四肢是橘红色的，果然是金钱龟啊！不过这金钱龟虽说贵重，但是我用处不大。这样，我店里来了一位许老板，我一会儿带他过来看看，如何？哎呦，多谢掌柜的！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我现在就去。请，请。朝阳小哥，这位就是许老板。许老板，这位就是朝阳小哥。哦，还有，这就是刚才给您介绍的金钱龟。哦，还真是金钱龟呀！这金钱龟啊，是朝阳小哥抓到的，他想要出手。这不是听说您一直喜欢这东西吗？带您过来看看。好，这样吧，赵小兄弟，我最近刚收了辆独轮车，用这个来换你的金钱龟，你看可好？可以。这个年代，独轮车可是乡下运输重物的稀罕工具，有家无事，用金钱龟换一辆独轮车，算是我赚到了。好，小哥爽快。这是车牌，拿着车牌去找楼下伙计，自有人领你前去取车。哦。小天、小柔，快出来！我买了独轮车。哇，大哥，这真是独轮车吗？当然了，要不你俩上来，我带你们俩走一圈。小杨，这独轮车啥时候置办的呀？哎呀，婶子，今天刚置办，正好碰见您了。我有事想请您帮个忙。你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跟婶子说。我呀，想请您给我们家做2床新被子。啊，这蜜饯就当是给您的谢礼。咦，做2床被子而已，哪用得着给谢礼呀？你快带回去，给小田、小柔留着吃。婶子，您就收下吧，不然以后我都没脸找您帮忙了。那婶子我就收下了。婶子，那你等我去镇上的庄子扯了布，买了棉花，我再来找你。好嘞，啥时候做被子了，你告诉婶子一声就行。哎，那婶子先走了。好。哎呦，你小子现在出息了呀，挣了这么多钱。张婶儿最近运气好，打猎换了不少钱。您给我拿2匹粗布，1包棉花。哎，行，等着，我去给你拿。李婶儿在家吗？小杨，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嗨，李婶儿，我把人送到私塾我就回来了。啊，对了，李婶儿，这是那个棉花跟布，麻烦您给我做被子。好嘞。哦，对了，李婶儿，哎，李婶儿，这鱼啊，
你和李叔拿去炖汤补补身子。小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婶子已经收了你的蜜饯了，这鱼肯定不能收了。哎呦，李婶儿，您甭客气，您收着吧。不能收，不能收！哎，这孩子真是的。哎呀，这点钱根本就不够盖房子的呀，看来还得进山打猎去。为了赚更多的钱，不如这次去深山冒险看看。杨哥，啊，这真的有用吗？前方发现野猪，咱们陷阱已经做好了，我们先躲起来，野猪马上就过来。这附近还真有野猪啊！肯定有啊！走，赶紧躲起来。这野猪至少200斤呢，抓到之后咱能卖不少钱呢。杨哥，这么大的野猪，咱们能抓到吗？放心，肯定能抓到。去，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哦，杨哥，糟了，野猪要从坑里出来了！放心，它上不来。去。太好了，杨哥，这野猪终于死了。咱俩得把这猪赶紧从坑里拖出来，不然可能会有其他的野兽闻着血腥味过来。好，前方发现狍子。嘘，又有猎物来了，走。杨哥，居然是只狍子！哎呀，先别说话。杨哥，你这剑法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这么远都能射中，这狍子加野猪能卖不少钱呢。哎呀，这大黑家伙是大野猪吧？谁能想到人家赵阳这么有出息，连野猪都打得到？你看，还有一只傻狍子呢。赵阳、赵夏，这2个都是你们打猎带回来的？确切的说啊，这些都是杨哥一个人打到的。哎呀，就这个大野猪看到了吗？只需2箭，直接打死。哎呦，厉害！神箭手啊，这真的？赵阳真的这么厉害？当然了，剑法很厉害的。就那个狍子，当时离那么老远，只需1箭，直接打死。真的假的？真1箭就打死了。好了，大家，猎物呢，你们也看完了，我就把他们先带走了啊。哎，我帮你，来，就来。哎呦，够沉的。小天、小柔，这是今天哥哥刚在山上打的野猪肉和狍子肉。大哥，这个肉真好吃。大哥好厉害呀，每次都能打到很多猎物。你们喜欢吃啊，就多吃点。大哥再攒一段时间钱，就够咱们盖新房子了。真的吗？我们真能住上新房子吗？当然了，我打算盖一个大一点的新房，你们俩每人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。大哥也要有自己的房间。哎，放心吧，小柔，我保证，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。那我和二哥要陪大哥一起攒钱。你们2个的任务啊，就是在私塾里读书写字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在私塾怎么样？还有没有人欺负你们？先生对我和二哥都很好，不过我最喜欢吴姐姐了，她笑起来可好看了。行，没人欺负你们就行。如果有人欺负你们呀，你就跟大哥说啊。大哥，你喜欢吴姐姐吧？你这小孩子说什么话呢？我跟吴姐姐只是朋友。行了，你们快点吃，吃完饭赶紧休息。明天啊，我还得去镇上。吃。哎呦，赵阳小哥，哎，不知道赵阳小哥这次又带来什么好东西啊？我带了一些狍子肉、野猪肉，还有狍子皮、野猪皮。来喝茶。哎呦，这狍子皮完整吗？当然完整了。怎么样，刘掌柜，这批货你收吗？收啊，当然收啊。哎，小哥，你怎么这么着急想要卖这些猎物啊？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你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的话，我可以帮帮你。掌柜的，我真没遇到啥困难，我就是最近在攒盖新房的钱，但总攒不够。哎呦，原来是这样。啊，
不过你要单凭打猎的话，攒够盖房子的钱确实不容易。不过你不是打猎的一把好手吗？山上最贵重的不是这些猎物，而是一些灵芝、人参之类的草药。你如果能采到这些东西，还愁没钱吗？是啊，我怎么忘了？别人可能找不到那些珍贵的药材，但是我有系统的帮忙，肯定可以找到它。哎呀，掌柜的，您说的对啊。行，我看看能不能找点珍贵药材。这珍贵药材也太难找了，我在林子里转了半天了，药材影子都没见到。前方发现野山参，终于有收获了。哎呦，这野山参应该值不少钱吧？哎呦，这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第二只野山参，这太阳都快下山了，还是先回去了。前方发现精油菌，这菌子虽然不值钱，不过味道鲜美，正好今天晚上做一道凉拌鸡油菌。这么多鸡油菌啊！这下不光可以自己家吃了，还能给赵叔、李婶、吴青青送过去。小天、小柔，大哥今天挖到一个好东西。大哥，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个呀，叫野山参。你别看它个头小，但是它价值高。等大哥把它卖了，咱们就可以盖新房了。太好了，盖新房子啦！小天、小柔，你们乖乖待在家里，我去赵叔、李婶家，给他们送些鸡油菌啊！哎，赵叔、李婶，这个呀是我在山里采的鸡油菌，你们拿着吃。小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看看这段时间你都送多少东西了？哎呦，婶子，你就收着吧，这也不是什么值钱东西。小杨啊，赵叔家里还有过年做的腊肉，我给你拿出来，你带回去。哎，叔啊，不，这不能要，你别麻烦了。哪里不用啊？给你了你就收下。哎，小杨，叔家里也没有别的东西，这点腊肉你带回去。行，叔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小天和小柔还在家里等我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回去吧。好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小杨这孩子真不错，这孩子真好。小天、小柔，今天我们吃炒腊肉和凉拌鸡油菌。大哥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吃腊肉了。我也是。不过呀，这些鸡油菌我们吃不完，明天你们上学的时候，记得给吴姐姐带一点啊。大哥，我知道了。我也知道了，大哥，我和妹妹明天一定把鸡油菌送给吴姐姐。姐姐，这是大哥让我和妹妹给你带的鸡油菌，这鸡油菌可是昨天大哥在山上捡来的。谢谢小天、小柔，来，姐姐给你们吃糖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大哥呢？他怎么不自己来送鸡油菌？哥哥一大早就去镇上卖东西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来上课吧。张老板，我这有一株药材，不知道你们仁济中药铺收不收？你是从乡下来的吧？那地方能有什么好药材？我们仁济中药铺可是镇上最大的药房，那些金银花之类的我们是不收的。赶紧走，别妨碍我们做生意。哎呀，既然张老板看不上我这株野山参，得嘞，那我就卖给那个隔壁那家中药铺算了。哎，别，这位小哥，你这山参品相好啊，这看起来最起码得有30年了吧？这个是我今天刚从山上挖的。
哎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差点怠慢了贵客。请小哥务必把这人参卖给我，我绝对给你一个公道的价格。那张老板，你打算给什么价？400万怎么样？这价格绝对童叟无欺啊！行，可以。哎，没问题。小哥拿着，你看一下钱够不够？我就不数了，我相信张老板你的为人。哎，好嘞，那小哥以后再有这种野山参呢，务必卖给我们仁济中药铺。得嘞，哎，好嘞，太好了，400万钱，再加上我之前的存款，盖房子绰绰有余。赵叔，李婶，我打算在我家后院的空地上盖个新房，钱我都准备好了，只是这盖房子需要材料和人，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去哪儿找了。哎，我听说赵叔以前干过泥瓦匠，我就是想着来问问赵叔有没有什么办法。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，我和我之前一起干泥瓦匠的兄弟还有联系，等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去。盖房子这么大的活，他们肯定会接的。那成，那我价格比市场上多出1成，只要在我家干活，我管饭。你们年轻人啊，花钱就是大手大脚的。你把新房子盖好之后，身上还剩下多少钱？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婶子，你放心吧，我有钱。再说了，我要没钱，我不还能打猎吗？现在小杨本事大得很，花的多，挣的也多。就是。小杨，我把盖房子的人给你找来了。小杨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可是咱10里8乡盖房子的一把好手。这位是赵阳，在我心里算我的侄子。各位，想必赵叔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我给的肯定比别人多。还有，只要在我这儿干活，一律管饭。真的假的？管饭啊！哎呀，这可以啊！真的管饭吗？当然了，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干活。哎，是。赵阳小哥是个好心的人啊，你放心。既然你给我们那么高的报酬，还管我们吃饭，我们肯定不会偷工减料的。是不是？是啊，我相信各位。青青姑娘，你怎么独自一人在此啊？赵兄啊，好巧，前几日家父在山脚下采了几颗蘑菇，甚是美味，所以今日让我再来找找。赵兄带着一把弓箭，是要去打猎吗？啊，不错。不过姑娘一人在此也不太安全，不如跟我一块进山，相互有个照应。放心吧，只是在山的外围，不会有危险的。那好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也没看到有什么动物啊。你到底是怎么抓到那些猎物的？附近有野兔。前面有兔子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兔子了。太好了，真的射中了。可能是我眼力好吧。走吧，咱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猎物。你就站在我身后，要是我打不过他，你就赶紧跑。赵兄，危险！赵兄，危险！快躲开！赵兄！赵兄！啊，没事，老虎已经死了。啊！哎呦！好家伙，这么大一只老虎！这么大一只老虎，赵阳这是要发财了呀！哎呦，走，咱们去赵阳家看热闹去。走。这么大的老虎，赵阳是你打的？那当然了。哎呀，
赵阳真是出息，老虎居然都能打到，这么大只老虎，赵阳这是要发财了呀！可不是嘛。小杨，这张虎皮很完整，你处理的时候要小心啊，完整的虎皮才能卖上高价钱。放心吧，赵叔，我知道。各位，这老虎你们也看见了，也不能一直在我家门口堵着呀，我还得吃饭呢。走。小杨，怎么处理这个老虎啊？你心里有数就行。要不就留在这儿吃饭，刚好我把这兔子给剁了。那好吧，麻烦你了。那个吃兔肉。好。真好吃啊！赵兄，你厨艺真好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吴姐姐，大哥做的腊肉也很好吃。好，谢谢小柔。你要是觉得好吃啊，以后可以经常来家里吃饭。今天啊，多亏了赵兄你救了我的性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都一块打死老虎了，可不算是生死之交吗？张老板，您这看半天了，我这虎皮、虎爪跟虎胆，您到底收不收？哎呀，这虎胆和虎爪吧，我们这里确实缺，但是这虎皮的话，我们这里不需要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张虎皮啊，最少得5锭银子，买下它的话，对于您来说得不偿失啊。行吧，那我就先卖这个虎胆和虎爪。行，好嘞，我去给你拿钱去。哎，马老板，来，先坐着，我马上就来。这虎皮保存的太完整了。你们2个谁是这虎皮的主人啊？是我。这块虎皮我出6块银锭，卖不卖？成交。好。太好了，6块银锭，这个好虎可真是，他来这山上好像是我，但我最有事情，我还得找时间再上山。杨哥，前天打了只大老虎，看着可威风了。咱今天还能再遇到老虎吗？这大凉山哪有那么多老虎啊？再说，你要碰到老虎，你要是打死它了还好，你要是没打死它，死的就是你了。杨哥，听你这么一说，那咱还是别要了。前方有狐狸。前面有猎物。赵庆，别让剩下的跑。是，杨哥。走，看看去。杨哥。这狐狸毛油光水滑的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是啊，不过可惜了，这要是冬天，这狐狸毛肯定能卖到更高的价钱。发现兔子。周庆，一会儿再回来取。前面有兔子。行。杨哥，嘘，别说话。杨哥，这兔子这么肥啊？是啊，这么肥的兔子够我家里吃好几天的。这兔子毛也不错，加上刚才的狐狸毛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是啊，杨哥，不过还是你眼力好，要不是你，这兔子可能都给吓跑了。嗨，行了，今天收获也够多了，天也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好哥。哎呀，赵阳、赵庆啊，怎么又去打猎了？这次打的什么呀？我和杨哥打了3只狐狸和2个兔子。哎呦，这么厉害！这狐狸的皮毛可是个好东西啊！是啊，这次多亏了杨哥。走。赵阳这小子现在真有出息了。是啊，听说前几天都开始盖新房子了。哎，杨哥。这3只狐狸和2个兔子，咱们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我打算拿到县城里去卖。这镇上买这玩意儿的人少，拿到县城肯定卖得快。行，
我就听杨哥的。杨哥，这就是县城啊，好气派啊！等把这些东西卖完，我带你去县城酒楼吃酒去。真的，杨哥？当然了。哎呀，多好的皮毛啊！二位小哥，我是专门做皮毛生意的，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完整的狐狸皮了。打算怎么卖？2锭银子。哎呀，如此上乘的皮毛，只要2锭银子。哎，小兄弟，给我抛了，我全要了。哎，小哥，鄙人乃周氏皮火庄的掌柜。2位小哥，如果日后还有如此上乘的皮毛，直接送到我的店里，价格好商量。没问题。哎呀，2锭银子，1人1个。杨哥，谢谢啊，这么多。走，吃酒去。好。杨哥，这县城的酒楼也太气派了吧！跟着你混真好。一会儿上菜快点吃，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等着我呢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好，杨哥。哦，他偷钱！快来啊！有人偷我荷包！哎呦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！钱包给你。还想跑？郑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。还好，没少什么东西。各位父老乡亲，麻烦把他送到衙门去。这个小哥好样的，抓到了小贼！这贼太猖狂了，当街都敢抢荷包。多谢2位帮忙抓住小贼，为镇上除了祸害。不过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，莫要贸然上前，万一歹人身上藏着刀具，伤了自己就不好了。我知道了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走了。走。赵兄，今天真是多亏你在。吴姑娘不必客气，今日之事幸好让我遇上，若我不在的话，那歹人针对姑娘你做了什么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赵兄次次救我于水火，父亲对我的婚事又催得紧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赵兄，这几日每次遇上麻烦的事儿都是你在，我实在无以为报，所以我亲自绣了一个香囊，代表我的一点心意，请赵兄务必收下。谢谢姑娘。青青，不但彼此相爱是好，青青对姑娘讲，我可能让她一直不行，我要赚更多的钱，这样才有底气向我家提亲。这是大哥呀，去酒楼专门给你们带回来的饭菜啊，都是热乎的。这个是炒腊肠，这个是炒鹅蛋菌，快吃吧。杨哥，这里已经是大凉山深处了，咱们还要往里走啊？对，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山里边。就在前面。杨哥，这里什么也没有。就在这儿，好东西就在这底下。
这么大的灵芝啊！这么大的灵芝啊，杨哥！这么大的赤灵芝，在外面至少值10锭银子。杨哥，赤灵芝是什么？你看啊，这灵芝是不是红色的？这个就是赤灵芝。赤灵芝啊，可比普通灵芝价格要贵10几倍。我说咱为啥要到这个大凉山深处呢？原来是为了找这个灵芝啊！哎，杨哥，这玩意儿这么珍贵，咱现在不赶快给它卖了的话，到时候咱们万一出了点意外怎么办？赵庆，你说的对，咱俩现在就找药铺给它卖了。哎，好哥，走。二位稍等，你们是来看病的，还是来卖药的？这个就是我们带来的药材。这么大的灵芝，二位稍等啊，我去把掌柜的叫来。哎，你还没给钱呢。掌柜的！哎，杨哥，这里不愧是县城的药铺啊，太气派了。这灵芝就是这2位小哥带来的。2位小哥，我姓冯，你们可以叫我冯老板。我听说你们带了灵芝，我可以先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这么大的赤灵芝可不多见呐，不知道小哥想卖多少钱？哎呦，那得看冯老板愿意出多少钱。朝阳小哥，今天你们来到我的济世药铺，算来对地方了。整个县城也就我的药房能买得下这颗灵芝，10块银锭如何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拿钱。10块银锭都在里面了。下次赵阳小哥再有什么好的药材，一定要来我们济世药铺。一定，一定。2位先休息一下，沏茶。杨哥，这些钱你就自己收着吧，毕竟灵芝是你一个人找到的，我就不拿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你既然跟我一块进山，理应给你分钱。拿着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不过杨哥，如果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，你就今晚跟我说，我一定能帮。行。哎，杨哥，那咱现在干嘛去啊？这好不容易来趟县城，那肯定要出去好好逛逛。不过，先喝完这杯茶再说。哎，行。哎，杨哥，咱们来木器店干啥呀？不会是来这买冰剑的吧？当然了。哎呀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，我小天小柔每天在家睡觉都得被热醒。这个冰剑啊，可以储存冷气，放一台到屋子里，一会儿就可以制冷半间屋子了。实在是有必要买一台。哎呀，客官好眼光！我们这冰剑啊，乃是拿楠木做的箱体，旁边呢镶了铜边来防漏，还设置专门的冰槽。不是，他这一台多少两银子？一台呢要5两银子。5两银子，这么贵啊？哎，客官您看啊，这楠木呢防潮耐用，铜边呢能锁住凉气，给它里面装满冰，能保3天不化。而且呢，还得请专门的木匠来精工细作，半个月才能生产出一台。所以说5两银子真的不算贵。来，5两银子。哎，好嘞。那个麻烦你啊，把这个送到赵家村赵阳住处。好嘞，好嘞，这就给您装上马车送去好吧？好，咱们走吧。哎，杨哥，咱不买其他东西了？家里不缺什么了。哦，倒是小天和小柔缺点新衣服，不过他俩长得太快，到时候带他们去成衣店量一下尺寸，定做一套就行。走吧，回赵家村。好吧，哥。这个是冰剑，可以储存冷气，以后咱们夏天睡觉就不会被热醒了。大哥，好凉快啊！今天啊，
大哥卖了灵芝，过几天带你们去县城里买新衣服穿。大哥，做衣服很贵的，我和二哥现在的衣服就很好看，不用买新的了。大哥，妹妹说的对，我们不需要买新衣服了。大哥有钱，你们不需要替大哥省钱啊。那好吧。大哥真的有钱，到时候叫上你吴姐姐一起，咱们一块去买衣服啊。太好啦！吴姐姐平时在学堂对我们可好了。哦。她要是做我们的小嫂子就好了。你呀，真是人小鬼大。吃会儿吧。你来了。谢谢吴姑娘。客气了。吴姑娘，那个，明天我打算带小天跟小柔去城里买衣服，想着要您同去呢。好啊，当然可以了。正好小柔和小天都在长身体，这些衣服肯定不合身了，确实需要买。想要新衣服吗？姐姐，我悄悄告诉你，昨天我听哥哥说，今天也要带姐姐买很多衣服呢。我呀，不用了，哥哥给你们买就行了。这可不行啊，吴小姐。那个小天和小柔在私塾里多亏你照顾，新做的衣服就当是谢礼。买新衣服去了。新衣服了。回家。哦。你们两个觉得新衣服怎么样？大哥，这件衣服好漂亮。大哥，这件衣服好舒服呀，比之前的衣服轻便多了。你们两个喜欢就行啊。青青姑娘，你喜欢哪件衣服？不必了，赵兄不必为我破费。那怎么行啊？今天本来就是专门给您来挑戏礼的。姐姐，你先选吧，我跟姐姐穿一样漂亮的衣服。那好吧。那就这件淡蓝色的吧。老板，帮我拿下这件。好嘞，我这就给您取下。那我试试。好看吗？美，太美了。这位客官，你娘子真漂亮啊。你误会了，她不是我娘子。实在抱歉，二位实在太般配了。啊，是吗？谢谢啊。赵兄。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首饰铺里都是拆灾一般的东西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今天跟你和小柔买首饰，搭配你的新衣服。几位客官，看看想要什么样的首饰，银钗、玉簪，还有嵌着珠宝的样式，都是最新款。那个，把那个镶珍珠的给我看一看。好嘞。这个簪子很衬你的衣服。这个簪子真漂亮，姐姐你快戴上试试。好吧。怎么样？好看。好看。我们就要这个。好。小柔。你想要哪个呀？我想要这个。麻烦把那个拿出来让我们看看。好嘞。来。那行，这两个我们都要。一共10文钱。给，麻烦帮我们包起来。
来，客官。好，谢谢。走吧。赵阳小哥也在这儿。冯老板，赵阳小哥，这是带家人来县城里面玩吗？也不通知我一声，我好招待招待你们。冯老板，今天你这么热情，是有什么事求我吗？真是被赵阳小哥猜中了，我的确有件事想求你。前几天你不是卖过我一个灵芝吗？我现在急需一株50年以上的人参，就算今天没有遇到赵阳小哥，我也会去找你。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存货？我现在手里也没有，不过你要是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去山里给你采。行，只要赵阳小哥找到那个50年份的人参，我愿意多出市场价2成的价格买下来。哎呦，冯老板，没问题，但是我不能保证能给你找到人参啊。没事，有希望就比没希望强。行。赵兄，你真的要进深山去采人参吗？我知道你很厉害，可是上一次我们在大凉山外围就碰到老虎了。你这次去采人参也肯定要进很深的山里，这也太危险了。放心吧，我身上带着弓箭呢，我能打死1只老虎，就能打死第2只。姑娘是在为我担心吗？我们走吧。回去吧。这人参居然藏得比灵芝还要深啊！我这走2个小时了，居然连人参的影子都没看见。前方发现野兔，原来是野兔啊！我还以为是人参呢。发现野兔，去。希望下回能碰到人参吧。前方发现人参，居然真的是人参！这人参这么大，至少也得有50年了吧？既然人参已经找到了，那先回家吧。前方发现松茸，松茸，这么多松茸，这下好了，一半拿出去卖，一半拿回家做饭，还能给青青姑娘送过去一些。青青姑娘，这是我昨天上山采的松茸，送给你。谢谢。那你采到人参了吗？放心吧，运气比较好，不光采到人参，还有松茸。赵兄，你真厉害，每次上山都能采到好东西。也没有，只是运气比较好。哦，对了，青青姑娘，明天我们家新房上梁，我想先领你去。这么快房子就上梁了？是我跟工匠特意嘱咐的。现在夏天还好，一旦入了秋，再住漏风又漏雨的屋子就不行了。青青，赵阳又来看你了呀。这孩子心细，每次来呀都带不少好东西。哎呦，这是松茸吧？赵阳上次送你的野菌子还分了我1碗呢，鲜得很。看来呀，今天我们又能跟着沾光尝鲜了。哎呀，婶子们，你们莫要打趣我了。好，那我们2个就先走了，你们好好聊。好。他们2个是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同乡，之前随着我父亲一起搬到这村子里来，平日也都有照应。甚好，那这样松茸就和他们分着一起吃吧。要是没有的话，我还能上山给你采。好，赵兄，
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小天和小柔肯定在家里等你。要不你先回家吧，明天我去你家看你善良去。小杨，哎，我把红布给系上了，你可以放鞭炮了。好嘞，赵叔。哎呦，捂上耳朵。今天小杨家新房子上梁，大家都来吃点糖，沾沾喜气。好，来，小杨，你给大家撒糖，都沾沾喜气。好，大家分一下。来，我要，给我这儿。赵阳啊，你们家的房子上好梁了，接下来该砌院墙了吧？是啊，等新房盖好了，我再请大家来啊。好，好嘞，回头再请大家吃糖。今天散了吧。好，回去吧，走吧，回去吧。累了吧？我去给你盛杯水喝。不用，今天啊，多亏赵叔跟李婶帮忙啊。说那干啥？小杨，你这新房子马上也盖好了，你和青青姑娘是不是好事将近了呀？婶子，您不要打趣我了。是啊，婶子，那个虽然我们互相有意，但是我觉得婚姻这种事，那可是大事，我们还是得坐下来商量商量。等到双方都觉得稳妥，我再告诉你。行，你们年轻人自己心里有主意就行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走吧。婶子走了啊。好，慢走啊。大哥，青青姐吃糖，谢谢小柔。我们家小柔啊，也是长大了。大哥，我这里也有糖。小天，你这糖啊，自己留着吃吧。哥哥姐姐手里有糖。妹妹吃糖。谢谢二哥。冯老板，不知道我的人参符不符合您的要求？够，当然够。赵阳小哥真有本事啊！现在人参难寻，我找了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这人参。本来我都不抱希望了，没想到赵阳小哥真的找到这人参。这样，我再给你加5块银锭，凑够10锭钱，如何？哎呦，那就多谢冯老板了。喝茶。赵兄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接小天和小柔啊？哦，我呀去县城里把人参卖了，然后在城里买了些东西。这个是送给姑娘的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大哥，你给我和小柔准备的礼物呢？大哥，你给我和二哥准备礼物了吗？都有。来，这个碎花的呀是小柔的，这个格子的是小天的。谢谢大哥。这包真漂亮呀！等有时间了呀，我再带你们一块去县城，给你们都买礼物。走，回家。小杨，出事了！少卿进山打猎1天1夜没回来呀！快，跟我到村头祠堂，大家正商量着去进山寻人呢。赵叔，你先别急啊。小天、小柔，我出去一趟，你们在家好好待着啊。李正，赵庆兄弟有消息了吗？赵阳，赵庆他爹娘刚刚来说，他已经在山上失踪1天1夜了。这不，我正想着组织山民到山上去找他嘛。可咱大凉山一带，只有你对这一片最熟。要么我想着你带着大伙上山去找赵庆。行，我带人去找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赵叔，没事的。赵庆是我兄弟，他失踪了，我肯定要找他。再说了，我连老虎都能杀死，不会有什么危险。放心吧，赵叔。那行吧，那你多注意安全。小心啊！赵阳，我们还要走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。
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之前带赵庆进山打猎，去过几个地方，咱们先去那几个地方找找吧。我们越走越往大凉山深处了，如果不是跟着赵阳，我还真不敢来。就是，咱们仨也是近邻狩猎的好手，但这越往林子深处走，还是会害怕的呀。放心吧，这附近啊已经没有大型野兽了。上次我带赵庆来这里挖过一只。赵庆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！哎，快快快！赵庆，赵庆！哎，既然你没事，怎么不回村里啊？你父母还以为你失踪了，找到李正那里，那李正又找到赵阳和我们过来找你。哎呀，我崴到脚了，如果不是杨哥你们来找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谢谢大家来救我。不用谢，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。好，来，扶上。附近有大蛇，别动！杨哥，你怎么了？附近有蛇。我去，这么大蛇，这可怎么办？杨哥，你小心点。好了，没事，蛇已经死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杨哥一定可以打败大蛇的。这么大的蛇，居然被赵阳打死了！杨哥，你真是太神了，真的。哎呀，赵阳，咱们先离开这里吧。行。哎呀，哎，回来了！赵叔，我们把赵庆带回来了啊，我们一点事儿没有。好，那就好。赵庆，你这咋回事啊？我当时看杨哥打猎那么轻松，我就想自己试试，结果不小心崴到脚了。要不是大家来找我，我可能就回不来了。哎呀，就是，这次多亏了赵阳啊，我们回来的时候遇到了大蛇，要不是赵阳，我们这就要出事了。什么？还遇到了大蛇？是啊，李正，蛇就在这儿呢。好家伙，这么大蛇！是啊，李正大人，当时那个蛇准备突袭我们，要不是杨哥及时发现，才把他给打死的。还好，没事就好。赵庆，你赶快回家，你爹娘都急死了。好，李正大人，麻烦两位大哥扶着我点儿。李正，那我也拿着蛇回去了。好，走，咱一块回去。小杨，我听他们说你打了一条蛇。婶子，就在这儿呢。不，哎呀，这条蛇皮可难得呀，小杨真是有能力了。哎呦，赵叔，我呀就是运气好，我要运气真不好啊，真打不死这个蛇。小杨，这蛇胆可不好取，你一会儿取蛇胆的时候，记得要小心点。你放心吧，明天我就去县城把这蛇皮蛇胆都给卖了。我那新房快盖好了，刚好我把家具也给买了。哎，好啊，确实是得买。这新房子马上好了，里面的东西物件呀，确实得换新了。周老板，上次你收了我的狐狸皮，这次我给你带了点好东西。哟，小哥，这次带来什么好东西啊？蛇皮蛇胆。哎呀，这可都是好东西啊！这样吧，小哥，东西我全要了，给你30锭银子，你看如何？好，没问题。你等着，你拿着。多谢。这些家具啊，搬进来之后，咱们家就显得气派多了。等外墙砌好了，咱们就能彻底搬进来了。大哥，这个家真漂亮。大哥，我们以后就要住在这儿了吗？对啊，咱们以后就住在这儿。这2房间是小天跟小罗的。等李婶把咱们的被子织好了，咱们就能搬进来了。大哥，我想快点搬进来。我也是。行，我们很快就能搬进来的。大家伙干活辛苦了，来喝点水。
赵阳小弟啊，在你们家干活，不仅工钱给得高，还顿顿管肉，有时候剩下来的还能回家带给妻儿。哎呀，你们家这房子现在就剩院墙没砌了，干完这活就能回家种地喽。如今这年月啊，庄稼根本长不活呀。哎，大哥，那你为什么不干点别的活？我们除了打猎就是种地，现在山里猎物不好打，可不就只剩下种地了吗？是啊，大家伙继续干活。赵阳小哥厚道，我们要把墙给他砌得漂漂亮亮的。走，干活。赵家村的人都挺好，不如我想个办法，给大家重新找一个营生。发现松茸。走。哎，杨哥，这里真有松茸啊！对啊，说起来，上次我也是在这片林子发现了松茸。对啊，我怎么忘了？我知道培养松茸的方法，而赵家村的环境也正适合培养松茸。哎，赵庆，你说我带大家种松茸怎么样？杨哥，这松茸还能自己种植啊？当然能了。大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松茸。大哥，原来松茸还能自己种啊？当然了，只要找对了方法，就能自己种。眼下这松茸总算是种出来了，接下来只要去找李正就行了。赵阳，你这搬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种的松茸。什么？松茸还能自己种啊？当然，这就是我自己种的。这松茸长得是真不错，比有些野生的松茸长得都好。这么些年啊，乡亲们没少帮助我们兄妹三人。现在我们家日子好了，我也想帮帮乡亲们。说我要是教大家种松茸怎么样？松茸这东西价格高，数量还少，要是学会自己种，肯定不愁销路。赵阳，你真的愿意把种松茸的方法交给咱们村里人？就是啊，赵阳，单凭种植松茸这一门手艺，你都能发大财。你真的愿意交给村里人？当然，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，能帮一把是一把呗。赵阳，要真是能把种松茸的方法交给咱赵家村的人，那咱今后的日子可会越来越好啊！我通知咱村里人，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大家。我马上去喊人。走，快走！大家安静一下，今天我宣布一个消息。刚才小杨告诉我，他自己种出了松茸。小杨竟然能种出松茸！赵阳愿意把种植松茸的方法交给咱们赵家村的乡亲们，带着大家一起挣钱，一起过上好日子。哎呦，这太好了！赵阳，你真是有心了呀！赵阳真的愿意把种植松茸的办法教出来呀！乡亲们，如果愿意种松茸的呢，可以来找我；不愿意的也不勉强。我愿意种，我愿意。哎呀，大家都来吃糖啊！今天是我家新房建成的日子，感谢大家前来祝贺。这些糖大家拿去分一下，沾沾喜气啊！快，分我一个！赵阳，你家这房子呀修得真不错，如今你们兄妹三人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是呀，不过呀，还是赵阳自己有本事。说起来呀，咱们都得感谢赵阳，要不是赵阳带领大家种植松茸，咱们也没有今天的好日子。是啊，赵阳就是我们村的大恩人。恩人！赵阳，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，大家肯定都会帮忙的。多谢大家好意了啊！青青，有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我家这新房也建好了，我知道你倾心于我，我也中意于你。我想找个良辰吉日去你家提亲。赵兄，青青，其实这些话之前一直不敢跟你说，是因为我觉得我家太穷了，配不上你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可是咱们村第一个盖新房的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赵兄，我知你为人良善，对大家、对村里人都很好，而且我父亲也经常提到你，我怎会不愿意啊？那太好了。这，张婶儿，我来买点东西。赵阳和吴姑娘啊，
你们俩这是好事将近了。张婶儿，你莫要打趣我。张婶儿，青青姑娘的父母啊，他们要来我们家，我想买点好的茶叶，您这儿有吗？有，我这儿必须有。等着，我去给你们拿。这个呀，是我男人才从南方带回来的茶叶，绝对的好茶，看看。那张婶儿，您这茶叶怎么卖啊？这个呀，30文。啊，这有点贵了吧？哎呀，不贵。你父母要来啊，我肯定要好好招待他们。来，张婶儿，30文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谢谢张婶儿。没事。赵阳啊，你们家这个房子建得不错，就算是和城里相比也不差。我听柔柔说，你如今是靠打猎来赚钱的。不光是打猎，我还种松茸。你还会种松茸？啊，对啊，他还把种松茸的方法教给了村里其他人呢。这么厉害？对啊，而且赵阳还会打那些老虎、野猪和蛇之类的。还会打这些东西？说，婶儿，你们就放心把青青交给我吧，我一定努力赚钱，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的。赵阳，坐下来说。我虽未见过你，但我常听村里人说起你的事迹。你不但愿意带着村民打猎，还乐意把种松茸的方法教给他们，带大伙一起赚钱。青青是我们唯一的孩子，她的婚事我们也是操碎了心。可这孩子心性高，偏就看上了你。你也是个好孩子，把青青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是呀，在家就常常听青青念叨，这也算是见上了。你二位的意思是同意这么解释？同意，但是如果将来对我们家青青不好，我们俩不会饶你的。说，婶儿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对青青好一辈子的。以后我什么事情都听她的，家里的钱也都归青青管。我要是让青青受委屈了，你们二位随时来收拾。赵兄，莫要胡说。我这哪是胡说呀，我这都是肺腑之言。赵阳，你可要记着今天你说的话呀。说，婶儿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会对青青好一辈子的。我带你们二老看看房子吧。这个是我跟青青的卧室，里面的家具啊都是新的。青青要是不喜欢，我们再买新的。那边是我弟弟妹妹的。赵阳，你弟弟妹妹今年多大？他们是双胞胎，今年8岁，刚上幼儿园。8岁，那也不知道你弟弟妹妹对我们家青青有什么看法？妈，您放心吧，小柔和小天呢，他们都是很乖很好的孩子，而且还在咱们私塾念书，他们对我呀特别好。赵阳，你也别怪婶子多心，我实在是对我们家青青不放心。婶子，我懂，您放心，小天和小柔啊，都是把青青当亲姐姐看的。那就好，一家人过日子全都和和睦睦才最重要。一家人和睦了，往后的日子会好过的。叔说的对。这一圈看下来，这房子还不错，比咱家房子还大，关键是院子还能种菜。婶子，您要是喜欢，我把叔跟您都接到这儿养老。那怎么行啊？我们来不是打扰你和青青吗？这话是怎么说的？你们是青青的父母，那也就是我的父母，孝顺父母不是应该的吗？赵兄，谢谢你。说什么谢啊？一家人不用说谢的。赵阳，你有这份心就行。你是一个孝顺、重情义的好孩子。说，婶儿，说这么半天了，大家都饿了。这是我自己炒的菜，你们尝尝，合不合口味？恭喜吴先生，恭喜！谢谢。真好啊，一
转眼就看到小杨结婚了。赵阳和吴先生真是般配呀！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小杨和青青姑娘都是好孩子，他们2个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。姐姐是最漂亮的新娘啦，哥哥是最帅的新郎啦。青青，你放心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